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减七，我是林减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减那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一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人一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
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二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石岩，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就是也没有啥作品，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就很想放弃。之所以现在还在讲，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他说：“史岩，我喜欢你，你离婚吧，我娶你。”哎，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完了我翻开这些评论，我点进他们的头像，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啊，用户2120110411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儿。祖冲之也就7位。这个能听懂啊？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想处对象。这个是我结婚10来年之后，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单了挺长时间了。我有的时候就合计，我说挺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就是我守着厨房，他守着厕所，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
真的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厕所到底有谁在呀？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么喜欢厕所，咱给床给你抠个坐便好不好？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是家政。那我干家政的话，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我说你实在想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你怕啥的呢？我又不在卧室。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真的。那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真的就是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洗衣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要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哎呀，而且我有的时候吧，就感觉，你做了一桌子饭，他事儿还特别多。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怕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说想吃那种无油、无盐、无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这个菜是不是叫生啃溜达鸡儿啊？对，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你是吧？直接上去咬呗，显你多牲口啊！我做点米饭，他说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是我就是瞎说，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没有那么脆弱啊，没有那么脆弱。哎呀，这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不会是扎克伯格吧？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弄死你！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真的，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种。真的，我倒不是说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跟你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哎，你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啊！你想给他生猴子，他都不用，直接自己从身上薅一把，一吹，就是100多个。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好养，孩子也吃桃。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儿，它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其实祖冲之他也发现不了。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
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就是现场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想，哎呀，他那纪念日是多少来的？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雪。大家好，我是付航。导演组太坏了，我在后面听啊，付航生育能力强，怎么安排的？所有人都说我是猴，其实挺酷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我坐动车过来，有一个观众认识我，看着我，哎，哎呀！好，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我坐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拿一根香蕉，真的，他就这样剥完了吃。我说不吃，他说你飘了。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我不爱吃香蕉，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也正因此，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rapper 大家喜欢，我看见我姥姥，我说姥姥好。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 他说 damn bro， 我说啊，他说 damn bro damn， 我说等会儿，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我不理解，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我表弟哎。Get i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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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表哥 ，You feel me？ 我 feel 你个屁呀！对呀，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 他先 feel 你。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我说 No，If I talk like 你。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我要当 rapper。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是什么？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就买了一张票，看了一场演出，我挤到最前面，为了合群。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哟，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 哎，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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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儿啊，棒棒棒棒棒棒。我说买票了，别打了。他说 peace， 啊，然后他就开始炫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他这么开。翻崩了都翻了，我翻过。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为什么？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底下观众花不完，花不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给我点，给我点。凭什么？他开豪车，我看演出，我也是大专呀，我也是大专呀。他在台上他说我开法拉利，我说我也要。他说我穿进口上衣，我说我也要。他说我吃进口水果，我说不要。我再说一遍，我最恨香蕉，不要再给我香蕉。当时
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real， 就是真实、狠，带点文艺。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死了”。不是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dance dance dance，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又给了我生命。我说又活了，这个 respect。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先开始骂同行。你知道骂同行，我很乐意听，不带任何指代啊。他后来骂了，开始骂观众。我就站在那儿，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我说这里有我吗？他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我说有我。我太生气了。我说你也太狠了，你怎么这么狠呀？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一上综艺节目，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哎呀，当时我就发现，啊，风格太难找了，我还是先学动作吧。啊，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网看啊，有详细的教学。第一个。大家学啊！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啊，而且嘴得是就，那个，就这样。哎，别人不看你就搓，啊，别人一看你，哎，快搓。啊，第二个动作是发钱，第三个动作是挡脸。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我一搓，我发现。我不干净，我测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而且呢，我一这么搓，我就想这么搓。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观众说：“谁的泥啊？”我说：“不是我。”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泥，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谢谢大家，谢谢。哎，大家好，我是王悦。哎，大家好，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3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哈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show time， 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
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瞎系男友。我倒要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减七啊，我是林减七。啊，hello，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
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磕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啊，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他说的太大声了。
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它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它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葡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葡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好，讲到这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1站就去了财神庙啊，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哇的呢？不是，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1志愿。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Let It Go》也不行吗？他说，
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啊。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这个是左转啊，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网吧没有，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啊，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得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啊，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
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到这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李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我说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就1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撬，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刚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代1出早了。
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啊，对，李家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了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啊，陶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啊，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姨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姨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去胰腺找你姨呀？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啊，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啊，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扫雪用的。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
你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演一想也行吧，啊，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啊。啊，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啊，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期，我就得。啊，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啊，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啊，咬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啊！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啊，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止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了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我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